你来见朕，是给九思求情的吧？陛下，若只是为了求情，便不需费这样大的功夫了。九思之祸，皆因库银而起，民妇击鼓鸣冤，冒死面上，一是想把户部侍郎刘纯及其党羽内外勾结，私吞库银的证据倾城陛下；二是来求陛下亲自提审我夫君。我夫君说，陛下的困境，他有办法。呈上来。是。王孔，老奴在。去到刑部把顾九思给我传过来，朕要亲自见他。是，陛下。微臣顾九思参见陛下。朕看你清瘦了许多，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。起来说话吧。谢陛下。微臣受些委屈没什么，当务之急还是要结陛下之婚。你的夫人说你有好办法，那朕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倒说说看，这千疮百孔的大夏钱库，这离心离德的前朝旧臣，该作何解？自陛下承恩太后，继承大统，各方势力便开始暗流涌动。这前朝的官员不得不用，太后的面子又不能不给。这些人趁着陛下根基未稳，结党营私，钱库几乎被掏空殆尽。但若此事动了他，便会给他人留下可乘之机，落人口实，再起叛乱。说得没错，现在不能动啊，可又不能不动。那为今之计，又当如何呢？微臣建议，这第一步应整顿吏治，重启科考，广纳贤才。微臣举荐叶世安为主考官。叶世安，他是前朝的解元，也是大儒之后，为人刚正不阿，博学通达。如果有他在，定会为陛下选拔出一批清正廉明的好官。此子可堪重用啊。其二，南伐豫州节度使刘行之。经观天下大事，看似相安无犯，但实则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都虎视眈眈，各藩节度使也是闻风而动。现急需一场大胜，敲山震虎，以保大夏10年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九思啊，你这一步棋可是一个险招啊！没错，一招得胜，可保大夏10年太平。倘若败了呢？所以我们要先打刘行之。这豫州正值蝗灾，粮草不足，兵贵神速，趁此良机南伐豫州。围而不打，至多1年，待城中的粮草耗尽，便可一举拿下。那此战谁可任主帅呀？
微臣举荐周烨。此战需要一个行事周密且心坚如钢的人，既能调动三军，又能为陛下所信任。枢密使周将军的3位公子皆乃不世良才，但之所以选择周烨，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说，此战并非攻伐之战，而是安民定邦、四海归心之战。这主帅除了勇毅外，还要有一颗顾惜将士和百姓的人心。望都守诚一役，已知周烨心性，忠肝义胆，仁厚惜民，可担此重任。好一个安民定邦、四海归心之战！周烨这孩子，朕看着他长大的，用他，朕放心。